灵动，体态矫健，双手如握雷霆。他周身电弧闪烁，雷鸣声响彻云霄，眼中闪烁着星辰般的光芒。他的背后仿佛有着星辰轮转，神秘莫测。沐尘面容冷静，他的眉心处法心之眼闪烁出一道宛如世界之初的光，无数星辰都为其点缀，仿佛大宙深处的呼唤，蕴含着无穷的智慧与深沉。这就是炼华炼狱神火本源后所能够达到的修为吗？果然让我感到惊喜。萧炎耸了耸肩，对自己现在的力量非常的满意，脸上都挂着经历重重阻碍后的笑容。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感受到了体内磅礴的力量，那是炎之一道的气息，玄妙而不可言说。这一刻，他的修为已经顺利的突破，已经冲破了大道初期，使得萧炎的实力更加的强大无比。我也突破了。灵动体内不仅拥有强大的武之道，还散发着与祖符不同的神圣力量。他依靠着彼岸冥河中的一道无上神韵之气，将祖石蜕变成祖神石，并激活了部分祖符的真正力量，也就是神符。这就是超越大道初期的力量吗？简直差距太大了。沐尘这一次也通过一道无上神韵之气，将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激活出了部分，直接让沐尘开启了大蜕变，并且还将法心之眼的奥妙领悟，使得他可以随时将8座原始法身融合己身，配合法心之眼的力量，获得超越原始的太初之力。他们三人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走上了自己的大道，他们的未来将更加辉煌。在三人眼神交汇下，彼此间无需言语就能感受到对方突破修为时的那份激动与满足。在这一时刻，他们三兄弟又再一次的突破神境修为，站在了各自大道的更高处。随着他们的巨大虚影渐渐消散，三道身影伫立在冥河之上，他们的身体被光芒包裹，仿佛是三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着前行的道路。他们的笑容中透露出对自己大道的自信，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期待。周围的空间似乎都在为他们的突破而震动，大道的规则仿佛在这一刻对他们表示了最深的敬意，而他们也用自己坚实的一步回应了这份来自世界的认可。随着他们的虚影消散，三道身影屹立在彼岸冥河之上，他们的身躯伟岸高大挺拔，仿佛支撑着天地的巨柱，承载着无尽的希望与力量。他们的身上散发出耀眼的道光，那是大道的认可，也是他们实力的象征。一时间，无数神灵在仰望时，他们的心中涌动着憧憬之意，仿佛这三道伟岸的身影就是大宙未来的新希望，燃烧着永恒不灭的斗志，一直燃烧下去。当司神与神明三王的身影映入他们三人的眼帘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肃穆而庄严的气息。萧炎灵动沐尘立刻收敛了心中的狂热，转变为深深的恭敬。他们拱手恭敬地对着神冥界之王以及神明三王行礼，异口同声，充满了敬意。见过司神前辈，神明三王前辈。看见萧炎灵动沐尘行礼之时，司神和神明三王的步伐沉稳而有力，每一步都踏出星光璀璨，他们的影子在彼岸冥河上投下巨大的光环，无比的神圣。他们四道身影出现在了萧炎灵动沐尘三人的面前，眼中满是欣慰的光芒，那是一种看着希望茁壮成长的满足与喜悦。紧接着，司神面带笑容，声音宏大而慈祥的道：恭喜你们。简单的几个字，却重若千钧，承载着无上的荣光与认可。萧炎灵动沐尘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转为深沉的恭敬。他们微微低头，深深一鞠躬，没有言语，但整个动作流露出的是对这位神冥界之王通天司神的敬意和感激。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一位造化主神如此的看重，不过也没有让他失望，他们也终究在神之路上越走越高，实力也越来越强大。萧炎，我初见你们时还只是主宰境的实力，如今已经踏入对自己的大道有着更深领悟的大道之境了。放眼整个大宙，在短短不到万年的时间里，就能够从主宰一路历经生死机缘，达到如今的高度。说句实话，我不羡慕都是假的。明九王在一旁倒是开起了玩笑，调侃道。萧炎他们尴尬的一笑，然后挠了挠头，这天赋直逼当年的5位无上神了。在他们的身上，我的确看到了那3位无上神的一丝影子了。神荼王和岩鬼王也在一旁欣慰地附和道。此时的5大风鬼仙神和风兜守护者们都浮现出又震惊又炸裂的表情包，他们可是很少见到司神大人会如此看重夸赞一个人，并且连神明三王也一同夸赞。看来对于眼前的萧炎灵动沐尘三人，可不能以表现的修为实力与看待他们，日后继续成长起来，或许登临造化之境都是时间问题，至于无上之境或许都有可能。而且在他们之间的交流下，萧炎也从司神口中得知了虚儿彩灵萧灵，还有师傅玄一师母圣龙前辈以及无量神界之主前辈全部已经复活的消息后，脸上更是难以掩饰的激动与感动。萧炎刚想再次对司神进行感谢，可被对方阻止而下，道：萧炎，你不用如此客气，3年前你拯救了神冥界的灾难，这答应你的事情我自然会做到。虽然他们已经复活，但是你现在还不能见他们。萧炎微微疑惑道：为什么？
司神看着萧炎有些着急的面容，淡淡的微笑道：因为他们为了能够在你身边并肩作战，在天伦之河中不断的淬炼他们的新神体和神魂，并且那里的资源丰富无比，足以让他们连连突破自身的修为。或许要不了多久，他们的实力也会大幅提升，到时候等他们出关时，也就是你们相见的时刻。在听到司神的解释后，萧炎的眼中迸射出更加坚定的金芒。或许这就是心中的重要之人，你在守护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守护着萧炎。这就是为什么萧炎一定要变强，他们也要变强一样的道理。在他们的心中，彼此都有着对彼此的守护之心。轩儿、彩铃老师，我等你们，希望下次见面时，你们都已经超脱主宰，踏入神奇位列。萧炎的心中响起自己的声音，这一刻，萧炎已经没有任何的顾虑，心中唯一的顾虑就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不仅要守护身边重要之人，更是要守护自己的大事件。而接下来，司神直接转入正题，将如今诸神万界的事件告知了萧炎、灵动、沐尘三人。毕竟萧炎已经是丹神塔塔主的亲传弟子，目前塔主还在闭关，他们神冥界又不能插手9大界的势力争斗，现在在丹神塔这边可没有绝对的优势，一旦那位神奇联盟的盟主出现，将会是丹神塔的覆灭之日。在萧炎他们听到神奇联盟竟然拿率领100万天军神战队进攻神元宫和丹神塔2大超神巨擘势力后，立马一股杀意弥漫在他的那双深邃的眼眸之中。神奇联盟竟然如此猖狂，想要一举灭掉丹神塔和神元宫，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不过师傅还没出关，丹神塔需要增援。萧兄，我们与你一起去，毕竟对方还有一位造化之境的盟主，我们3兄弟此次出关刚好可以并肩作战，而且神奇联盟的仇我们也一并报了。灵动与沐尘2人气势汹涌，他们这一次的大蜕变更是使得他们激活出了祖符和原始法身部分真正的力量，也很想会一会那位神奇联盟的盟主。萧炎并没有拒绝，而是点头答应。他们3兄弟已然达成了别人都达不到的默契，仅仅一个眼神就知道他们彼此心中所想。而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他们的默契也会提升他们的战斗力，甚至做到完美的配合。如果没有心中的默契，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既然已经决定，那么我会用通天之道将这里的空间规则与诸神万界的空间规则进行修改，只需3天的时间，你们就能够抵达丹神塔。萧炎他们一听，心中充满着又惊又喜。即便是他们现在的实力大幅提升，想要凭借自身的实力抵达诸神万界，都需要个把月的时间。而对于眼前这位神冥界之王，竟然动一动造化规则，就能够使得2处空间发生规则的量变，从而达到以极致的速度穿梭于规则中，那就麻烦司神前辈了。萧炎、灵动、沐尘3人对着司神感谢道，然后与神明3王他们告别。司神见萧炎他们3人已经准就绪，一股玄奥的气息自他的体内爆发，同时挥舞着双手，他的动作带起了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这股波动迅速蔓延开来，将整个空间都笼罩其中。空间似乎因为这股力量而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规则在这股力量下变得清晰可见，他们正在与遥远的诸神万界产生共鸣。萧炎3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感，仿佛整个大宙都在注视着他们一般。就是现在，通天量变！司神的声音如同雷霆炸响，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道耀眼的神光冲天而降，将萧炎3人笼罩在内。他们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规则之法凝聚的空间内，四周的景物都在扭曲变形，其中有着不同世界各处的画面，一一的在他们眼前逐渐的展开。在这规则空间内，他们感受到了造化力量的玄奥与澎湃，仿佛可以触摸到天地间最本质的奥秘，即便是大道都无法触及到这一层次。在震惊了片刻之后，萧炎、灵动、沐尘3人缓缓地闭上眼睛，任由其中的造化规则力量洗涤着他们的周身，期待下一秒规则之间的量变穿梭。很快，这道神光便是消失在这片虚无空间中，而萧炎、灵动、沐尘3道身影随着规则之法所引起的量变，正在规则中穿梭前往诸神万界的丹神塔。神冥界的众神灵望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也感到无比的震撼。造化规则果然玄奥无比。司神大人，即便萧炎他们3人如今有着巨大的蜕变，难道就这样让他们前往丹神塔，能够抵抗那位盟主的造化神力？此时明九王带着疑惑问道，毕竟对方乃是一位登临造化的主神，实力不容小觑。明九，他们3人的潜力很深，的确，他们3人此次前往是否能够抵抗造化主神的力量，一切就要靠他们自己。虽然他们是无上的传承者，但也不能局限于安逸。或许这一场战斗之中，他们或许也将会领悟无上道法的精髓，甚至升华。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只有经历一场大战，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力量、他们战斗意志将会一直持续燃烧下去。越强大的对手，越能够成就他们踏入更高的神境领域，甚至还能走到神之路的巅峰。